目前谁是吃水最深的这个大船？在股市里面，就是那些估值最高，然后股价连200日均线最远、乖离率最大那些投资标的。如果债券的殖利率还持续往上，这些股票呢，会最先的尝到股价下跌的这个压力。特别要注意从6月中到7月，有3颗未爆弹还没落地。AI 热潮呢，到底走到哪里了？很多人说泡沫要破了，也有人说呢，这个泡沫呢，远远还没结束。今天呢，我们就用2000年网络泡沫的这个阶段来对照目前的 AI 是在哪一个位置，还有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公债殖利率一直涨，再涨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从6月中到7月，要注意有3颗未爆弹，可能会让股价大幅的这个震荡。这一集呢，您一定要听到最后，可以来帮您趋吉避凶哦。目前第一阶段流动性缩紧中已经发生了，那我认为呢，我们目前正在故事被检验的第2阶段。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开始有人在质疑这么多公司投资那么多 AI， 到底能不能带来实际的回报？还没证明这些投资会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但是也还没证明这些投资不会有回报，就是还在 argue 还在吵架的这个时期。而当时网络泡沫的第3个阶段是很多烧钱的公司烧到没钱倒下，那么目前并没有那种很大型的公司趴下去，而且后面几个这个阶段也还没开始，尤其是现在网络的这个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还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等于说还在盖资料中心，还有发电厂等等这些基础建设还在扩张当中。所以整体来看，目前呢 AI 的整个热潮大约走到第2阶段的中间，或者快到接近到第3阶段。所以目前这样看，多头确实还没结束，但是要注意我们已经进入股价可能会剧烈震荡的这个时期了。而且呢，这里有个重点在第2阶段网络泡沫的这个经验来分析的话，第2个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看多的人跟看空的人都可以拿出很多的证据，而且都很有说服力。比如说最近看空很多的就是像当初的这个大卖空 Michael Berry， 他已经在放空 AI 硬体的相关股票。同时呢 MIT 研究也指出，很多的企业在导入 AI 之后，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目前 AI 这些类股的高估值也被拿来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做比较，安荣思科这些公司在做比较，这是空方的看法。但是多方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还在创历史新高，还没出现缩手的迹象。那么晶片跟伺服器的供应链呢，也还很完整在运作，还没有断裂的迹象。龙头厂商呢，也在主动控制产量跟出货节奏。其实说的是台积电，它投资越大的话，大家很快就买很多，那这个泡沫冲很快就破了。那台积电目前的资本支出虽然有扩张，但是还在控制就会造成晶片供不应求那这个泡沫就有可能延长更久。所以现在还不是在疯狂倾销，最重要一点是目前还没看到任何一家具代表性的 AI 龙头公司倒闭或破产。所以呢，目前就像在法庭上，双方还在做辩论，双方的律师都很厉害，那陪审团还没做出裁决，然后在裁决还没做出来之前市场一定会反复拉锯，震荡会越来越大。但是大概率这个 AI 的多头应该还没结束，但是现在乖离率已经过高了，所以股价的震荡一定会很大。另外一件真正要注意的事情是，全球主要国家的公债殖利率正在快速的同步往上。日本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在1年的时间里面几乎翻了1倍，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也在往上。这2个全球最大的最主要的债券市场，同时它的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都在涨。债券殖利率涨代表债券的价格在跌嘛，那么这个讯号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殖利率的上升代表全球的资金成本一起被越垫越高，这就像整条河的水位正在下降。那原本这个河面上的船走的都好好的，浮的都好好的，但是整个水位一降，船的重量最重、吃水最深的那些大船就会先搁浅。所以目前谁是吃水最深的这个大船？在股市里面，就是那些估值最高，然后股价连200日均线最远、乖离率最大那些投资标的。如果债券的殖利率还持续往上，这些股票呢，会最先的尝到股价下跌的这个压力。再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各国政府的公债殖利率，卡先生判断不是只有短期上涨，而是接下来中长期还会继续上涨，是结构性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易涨难跌。因为过去20-30年全球的公债多头最主要有3个主力的买家，这3个主力买家现在同时都要逆转。第一个是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减少增持美债，那么美债呢就少一个稳定的买家。
第二个是什么？日本过去也是美债跟很多国家的债券的主要的买家，可是现在日本的资金正在回流日本本土，那么日本政府的公债殖利率还在涨，日本央行也还在走向这个升息的路，所以很多日本的投资人、日本的投资机构会发现，钱留在日本还比较划算啊。以前日本寿险公司、退休基金会大量去购买美债，现在这个动力呢正在衰退。当这个 AI 处于第二阶段，然后刚刚讲的公债殖利率又在往上涨时，特别要注意从6月中到7月有3颗未爆弹还没落地。第一颗未爆弹呢是6月中在法国会举行 G7 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那么这7大工业国的领袖全部都会到场。卡尔先生有做过研究这一个会议里面有2个最主要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能源安全。荷姆兹海峡还没开放，还持续封锁，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可能会有断货的危险。那么这个7大工业国可不可以协调好，同时来释放战略储备，甚至有没有可能配合美国对伊朗发动相关的经济制裁攻击各种事情。再来，航运的保险怎么处理？刚刚谈的这些事情都直接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再来呢，是有关 AI 监理，对 AI 治理的共同表态，晶片出口的管制等等，这个都不排除会影响到 AI 类股的股价，会让 AI 类股的股价会有比较大的波动会产生。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引爆的爆点，没有说一定会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点。再来第二颗未爆弹是什么？就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华许，他在6月16、17号是他第一场的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那么大家知道，现在4月份的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年增率还在 3.8% 的高点，后续这个 CPI 大概率会越来越高，通膨越来越高，所以大家本来就预计这一次联储会不会升息降息的几率也不高。大家现在真正聚焦的是新主席讲话的语气，还有他会不会丢出新的一些政策，还有后续要升息的可能性，还有呢，联准会委员之间会不会有分歧，会不会他搞不定，这些呢都是会影响股市波动的一个因素。还有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每一次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都会有一段过渡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期内呢，常常公债的殖利率就会持续走高，然后股市就会上下震荡，甚至下跌会比较多。这个是因为投资人需要时间去了解新的联准会主席他的风格、他的政策的倾向是什么。这个就好像一家公司换了一个新的老板，员工前几个月都会观察这个老板，测试老板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股价就可能会震荡。再来第3颗未爆弹，我认为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也是目前最不可预测的一颗，就是美国伊朗在中东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冲突。目前伊朗呢已经终止跟美国的所有的谈判，伊朗除了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外，很可能同时启动封锁曼德海峡。大家知道这个荷姆兹海峡占了全世界 20% 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如果曼德海峡就是红海这边还被封锁，哇，那会再增加 10% 到 15% 的封锁，你等于全世界1/3的石油天然气，还有生产各种化学产品或者是肥料的原物料从中东出口都有问题，同时会引发欧洲、亚洲、非洲这3大洲的商品贸易的动脉会同时受损。那么如果曼德海峡跟荷姆兹海峡都被封锁，我认为现在我们在直播当下，现在油价大概是90到100块，我觉得立刻可能会快速的上升到150到160，甚至更高，这是我看法人研究的报告写的。那油价一旦快速上升的话，很可能就会让公债殖利率上升，不排除就会打击这个目前的股价。最后呢，帮大家做个整理。第一点， AI 呢已经走到网络泡沫里面的第2个阶段了，虽然这一次 AI 的多头看来应该还没那么快结束，但是呢现在是处于这个吵架的期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它股价的震荡一定大。再来，全球公债殖利率还在往上走，3条原本会买全球债券的资金同时都逆转，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公债殖利率现在一涨难跌，所以高估值的风险资产首当其冲，压力会很大，这个是要注意。再来，6、7月有3颗未爆弹，爆炸的时间几乎都重叠，这个变数的密度太高了，现在去追高的风险确实比较高，保留更多一点的现金，耐心等跌升之后再进场，胜率会比较高。如果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对大家有帮助，在你的手机的下方或者你看影片的下方有一个粉丝热推，记得帮我点一下，记得帮忙按个赞，然后也可以分享这个影片给更多的朋友知道。欢迎大家加入卡尔先生的付费会员频道卡尔同学会，在同学会里我会分享更多有用的资讯，帮助您做出投资判断，以及真正能帮助到您的投资策略。在这动荡的周期里，看懂风险才能守住财富。
我是卡尔先生，我们下期见。